你好，欢迎收听。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啊，说实话可能挺挑战我们日常感觉的。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我们感觉到的这个又硬又实的这个世界，它最底层那个本质，会不会和几千年前东方哲学家说的那个空啊、幻象啊有啥关系？听起来是有点玄乎。对，听着是玄乎，但咱们今天不是瞎聊，是有本书，格里尔哈姆斯美斯姆写的，叫《量子佛教在空性中起悟》。这本书挺有名的。对，他的核心观点啊，其实挺直接的，就是说，现代量子物理学那些特别让人头疼的发现，尤其是关于物质啊、实在啊，还有意识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问题，嗯哼，他竟然和几千年前的佛教哲学，特别是里面那个中观派和唯识宗，他们对世界是空的，是像幻象一样的看法，有那种特别惊人的结构上的相似。不只是随便说说像，是结构上的。没错，不是文字巧合。所以我们这次啊，就是想根据这本书的一些节选内容，跟你一起捋一捋，看看这里面到底有哪些关键的洞见，看看这物理学最前沿的东西和那么古老的智慧，怎么就在边儿上碰头了。对，这个交汇点确实特别有意思，因为你看，很多人习惯把科学和哲学或者说宗教吧彻底分开。井水不犯河水。对，就像那个古尔德说的互不重叠的领域，或者有些人就算觉得有点像，也觉得哎呀，那可能就是碰巧用了取个差不多的词儿。像那个物理学家舒安卡罗尔好像就这么认为。是的，还有一些更激进的，像道金斯，可能还会嘲笑这种联系。但斯美斯姆这本书，它的目标就是进行更详细、更严谨的比较。他认为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是结构性的，非常深刻。如果忽视这一点，那就是他书里原话是短视和无知的偏见。话说的挺重。他也提到，虽然之前也有人写过这方面的东西，比如像华拉斯 （Mansfield），但他的目标是做得更全面、更严谨。他想通过这种比较，最终提供一个所谓的量子唯识的视角，帮我们彻底搞明白这个实在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好，那咱们就从量子物理让物理学家们自己都头疼的地方开始吧。我记得爱因斯坦就特别不爽量子力学那个随机性，他那句名言“上帝不掷骰子”。对，太有名了。还有像彭罗斯也说，这玩意儿奇怪，而且哲学上让人很不满意。甚至还有物理学家更直接，好像是阿拉哈里利说的：“你本来就不该对量子物理的结论感到舒服。”为什么连这些顶尖的科学家都觉得他这么别扭呢？这个主要是因为他把我们习惯的那套，就是基于经典物理的实在观，给彻底颠覆了。你想想，经典物理里世界是啥样子的？就是像个大钟表，一堆零件儿互相撞，有规律。对，就是笛卡尔、牛顿那个时代建立起来的观念，世界是由一堆独立存在的、性质不变的、实实在在的基本粒子组成的一个大机器。这个物质的概念其实也源于我们日常经验，比如你用力气推个重东西，感觉很实在啊，肌肉的感觉。对，但是一旦到了量子的微观尺度，这套就完全玩不转了。首先是原子结构，早期汤姆森不是提出那个离子布丁模型吗？知道。后来被卢瑟福的行星模型取代了。卢瑟福那个著名的阿尔法粒子散射实验，就是用阿尔法粒子轰击金箔，结果发现绝大多数粒子都直接穿过去了，只有极少数被反弹回来。说明原子里面很空。非常空。书里引用的数据是，原子内部超过99.999999999的都是空的。你想想这是什么概念？我们觉得这么坚实的桌子，构成它的原子几乎就是空的。哇，这数字太夸张了。然后是波尔模型，为了解释原子发光的光谱线，比如那个巴尔默系什么的，波尔提出电子轨道和能量是量子化的，不连续。电子只能在特定轨道上，不会持续辐射能量，只有在轨道之间跃迁时才吸收或放出能量。这个我知道，量子跃迁。对，但更重要的是往下走，所谓的物质本身这个概念都开始失效了。比如质量，
精量物理里，质量是物体固有的属性，对吧？但在量子层面，质量的来源变得非常神秘，它似乎不是粒子本身固有的，像希格斯机制什么的，解释质量来源，但那也不是说粒子本身就有个实在的质量。所以粒子这个词儿可能都有点误导。有点。波尔后来甚至都放弃了对量子现象进行图像再现的尝试，就是说，你很难用我们日常经验里的图像去想象微观世界到底是什么样。书里就明确说，在量子语境下，继续使用经典物理那种坚实的物质概念，其实是模糊的，甚至是非法的。那物理学家内部对这个实在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就吵翻天了？远没有共识。你看，一方面有很多坚定的唯物论者，像斯登格这样的，认为物质还是一切的基础，只是表现形式比较怪。但另一方面，也有相当多的顶尖物理学家，包括像亨利·斯塔普，还有诺贝尔奖夺主马丁·利斯，他们从量子力学的证据出发，开始倾向于认为，宇宙的本质可能更接近于心智、信息或者是意识，而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物质。刚才你提到丽斯说，宇宙存在是因为我们意识到它，这说法很大胆啊。非常大胆。还有像斯塔普、特勒这些人都表达过类似的想法，认为世界表现得更像一个伟大的思想，而不是一个伟大的机器。这种根本性的分歧本身就说明现代科学在最基础的实在问题上，其实是遇到了巨大的挑战，甚至可以说是困境。这听起来，物质世界的基础好像有点融化了。有点这个意思。虽然量子实验的精度高得吓人，书里举了个费曼和奥尔松的比喻，说是测量纽约到洛杉矶的距离，误差不超过一根头发丝那么宽。还有个比喻是能探测到月球上的一个可乐罐儿，难以想象的精度。对，但是在如此精微的尺度下，我们熟悉的那个物质世界几乎消失了，但又不是彻底的虚无，它变成了一种似有若无的状态。这种似有如无，恰好就和佛教哲学的某些论述产生了惊人的共鸣。这就意思了。你说说佛教那边是怎么看的？书里提到了仲敦巴大师。对，仲敦巴是11世纪西藏的一位重要大师。书里引用他的话说，我们感官所经验到的这个外部的、独立的、自足的、真实的物质现实，它最终并不是像它显现的那样存在，它是无核的，缺乏一种独立的内在的质量或实体。无核，没有核心实体。对，还有更早的中观哲学的开创者龙树菩萨，他的著作里用了大量的比喻来描述现象的本质。他说，现象就像泡沫，像闪电，像空中的幻影，像水里的月亮，像海市蜃楼。这些比喻都指向一个意思，看起来有，但实际上你去找它的实质是找不到的。它不是绝对的虚无，你看得到泡沫，看得到水中月，但是它们在显现中并没有一个坚固不变的自我或实体。这和量子物理发现物质在微观层面几乎消失，但又不完全是虚无的感觉，是不是非常像？确实非常像。这就引出佛教里那个核心概念了吧，就是空性。没错，就是空性，梵文叫熏鸦达。理解空性非常关键，很多人容易误解，它绝对不是指虚无主义，不是说什么都没有。那它指什么呢？它指的是所有的现象，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缺乏一种叫做固有存在或者自性的东西，梵文叫斯瓦巴瓦。斯瓦巴了，固有存在，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固有存在或者自性，就是我们日常的一种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直觉吧。我们总觉得看到一个杯子，这个杯子它自己就在那儿，有它自己独立的、不变的内在的本质，它不依赖于我的观察，也不依赖于其他任何东西，它本身就是它。听起来很符合常识啊。对，非常符合常识。但佛教哲学，特别是龙树的中观派，就是要彻底的、逻辑的去破除这种看似符合常识的直觉。他们认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是无明的根源。那空性是说事物不存在吗？不是，空性是说事物不是以我们想象的那种固有存在的方式存在的，它们的存在是依赖于各种因缘条件的，是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的，就像一张巨大的网，每一个节点的存在都依赖于整个网络，任何一个节点都不可以脱离网络而独立存在。所以，空性的真正含义是缘起性，是相互依存性。因为是缘起的，所以没有自性，所以是空。缘起性空，这个概念有点绕。中观派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帮我们理解这种超越了简单有和无的状态？他们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逻辑分析工具，叫做四句破，或者叫四骑士逻辑。Tetralemma， 四句破，听起来很厉害。的性质，第一，不能说是实实在在的有 existence；第二，也不能说是彻底的无 non-existence；第三，也不能说是既是有也是无 both existence and non-existence；第四，也不能说是既不是有也不是无 neither existence nor non-existence。这把所有可能性都否定了啊！那到底是什么？这正是关键。龙树的这随者，比如6世纪的清辩 Bhavaviveka， 就明确说实在的特征就是离此四句，它超越了我们习惯的二元对立逻辑。空性是实在最基本的层面，它在某种意义上悬停于存在和非存在之间。悬停于存在与非存在之间，离四句，这个描述我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哦，你想到了什么？这简直就像是在描述那个量子力学里的那个叠叠态啊！啊哈，你看联系来了吧？对呀，就拿那个最经典的双缝实验来说，一个光子或者电子在通过双缝之前，我们不知道它会走哪条缝，而实验结果显示，它好像同时穿过了2条缝，并且自己和自己发生了干涉，形成了那个明暗条纹。费曼说，这个实验包含了量子力学的全部奥秘。对，那这个电子的状态在被我们观测到落在屏幕上某个点之前，你能说它走了左边的缝吗？不能。你能说它走了右边的缝吗？也不能。那它是既走了左边又走了右边吗？好像也不对。那是既没走左边也没走右边吗？更不对了。这不就是刚才说的非有、非非有、亦非亦有、亦非亦有吗？离此四句吗？这个类比非常精准，很多探讨量子与东方哲学的人都注意到了这一点。未被观测的量子系统，它确实就处在一种包含所有可能性的叠叠态之中。我们用一个数学工具叫做波函数来描述这种状态。波函数，它描述的是什么？它描述的不是一个已经成为现实的东西，而是各种可能性的概率。就像阿拉哈利利说的，波函数描述的是概率符，而不是实在本身。直到我们进行测量，比如让电子打在屏幕上，或者用探测器去看它走了哪条缝，这个波函数才会坍缩，随机的选择其中一种可能性成为现实。坍缩，这个词也很形象。对，书里还引用了大卫·阿尔伯特的一个很有名的思维实验，是关于电子的2种不相容属性，比如硬度和颜色。他论证说，如果你精确地测量了一个电子的颜色，确定它是白色的，那么在测量之前和之后，只要你不去测硬度，它的硬度就必然处于一种叠加态。它既不是硬的，也不是软的，也不是既硬又软，也不是非硬非软，反过来也一样。如果你测了硬度，那它的颜色就处于这种叠加态。这就是四句破的直接体现呢。完全可以这么看。还有量子退穿现象，粒子能够穿过它能量上不足以克服的势垒，也是因为它以概率波的形式存在，它的波函数弥散开来，渗透到了势垒的另一边，有一定的概率在那里被发现，它同时存在于壁垒的2侧。所以这种叠加态，这种悬停状态，不是什么罕见的特例，而是宇宙运行的基本方式。我们身边的一切分子、原子，它们的结合和互动都离不开这种量子叠加。比如化学键，原子之间共享电子形成分子，那些电子的状态，与其说是像小球绕着原子核转，不如说更像弥散开的概率云或者概率流体，同时属于多个原子。
赫伯特就形容电子更像概率流体云。我们这个看似坚固的世界，它的根基就是这种似有若无的量子叠加态。这真的让人难以想象，难怪物理学家像加利祖卡夫和加莱道雄会问，波函数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波动？量子实体在两次测量之间，它到底是以什么方式存在的？是啊，还有吉拉尔迪提出的那个困惑，我们怎么理解一把椅子在被观察之前，它既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也不是既在这里又在那里，也不是既不在这里又不在那里，这完全就是中观四句破的语言。所以，海森堡那个不确定性原理，对，不确定性原理正是这种悬停状态的数学保障，它规定了某些成对的物理量，比如位置和动量、能量和时间，不可能同时被无限精确地确定。正是这种不确定性，使得量子实体能够维持在叠加态中，悬停于各种可能性之间。可以说，它的本体论构筑和佛教的空性四句破所描述的那个超要二元对立的实相，有着惊人的、几乎是无缝的对接。是啊，这或许就回答了物理学家约翰·辉勒那个著名的问题：为何是量子？可能吧，也许答案就是因为实在的本性就是空的，是超越简单有和无的。量子力学可能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用数学和实验的语言重新发现了这个古老的洞见。好，那我们刚才一直提到测量或者观察导致波函数从叠阶态参数到一个确定的现实状态。量子理论似乎还暗示这个测量过程常常需要一个有意识的观察者的参与。这绝对是量子力学里最让人不安也最引人入胜、争议最大的地方之一。怎么说？就是说，标准的哥本哈根诠释以及后来的冯诺依曼等人的数学表述，似乎都把意识或者至少是观察者摆在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好像是观察者的介入，才使得那个模糊的、充满可能性的量子世界，转变成了我们经验到的这个单一的、确定的经典世界。这让物理学家感觉很不舒服。非常不舒服。彭露斯就转述过一个晚宴上的评论，说很多物理学家私下里会说，如果你真的相信量子力学，那你就不能把它当真。因为它似乎暗示意识可以直接影响物理现实，这和科学一直以来的客观性原则是相悖的。那有没有物理学家真的认为是我们的意识在创造现实呢？有的，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亨利·斯塔普，他基于冯诺依曼和尤金·维格纳的理论，明确提出意识在量子过程中扮演着主动的，甚至是创造性的角色。他认为意识的介入至少是促使了某一种可能性从叠阶态中被选择出来，成为现实。还有我们之前提到的马丁·利斯，他说宇宙存在是因为我们意识到它。罗森布鲁姆和库特纳在他们的书里也认为，物理学和意识这种相遇可能适用于一切事物，甚至包括整个宇宙的出现。这些观点听起来，确实有点颠覆。那批评的声音呢？批评的声音当然非常强烈，很多人，比如道金斯，会把任何试图将意识引入物理学的尝试都斥责为无稽的神秘主义，认为这是在开科学的倒车。而且好像确实有一些，借着量子力学的名头搞一些比较玄乎的东西。的确是，书里也提到了这一点。有一些所谓的新时代道师，比如弗雷德·艾伦·沃尔夫、阿米特·戈斯瓦米这些人，他们确实基于量子理论提出了一些非常大胆，甚至有时看起来有点荒谬的主张。还有像那个电影《我们到底知道多少》（What Belief Do We Know） 以及相关的商业运作，他们往往过度简化甚至歪曲了量子理论，用来支持一些心灵力量啊、吸引力法则之类的东西。这就容易让严肃的讨论被带偏了。对，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种量子神秘主义的泛滥，常常让那些试图认真、严谨地探讨量子物理与意识，乃至与东方哲学关系的学者，比如 Smithson 这样的，他们的工作也容易被污名化，被一起打上伪科学的标签。这确实需要区分开。但是，如果我们先撇开那些过度解读和商业化的东西，就说意识在实在显现过程中的某种核心作用，这个想法在佛教哲学里
是不是有更系统、更深入的论述呢？是的，非常系统和深入。这就不得不提佛教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宗派——唯识宗，也叫瑜伽行派 Yogacara Chittamatra。唯识宗，它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唯识无尽。对，最核心的思想就是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简单通俗点说，就是我们所经验到的一切现象，包括你看到的外部世界、山河大地、别人的身体，也包括你自己的身体和感受、念头，都不是独立于心识而客观存在的，它们都是由识所变现出来的。由识变现，这个识指的是什么？是我们平时的想法吗？不仅仅是，唯识宗有一个非常精密的意识结构理论，叫八识。我们平时最熟悉的是前六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思考、分别、判断的层面。但在这之下，还有更深的两个识。第七识叫莫那识 （Manas），它的主要作用是执着于第八识所变现出来的见分、能认知的部分，产生一种我的错觉，就是我执。第七识产生我执，那第八识呢？这个词的意思是藏识，或者叫一切种子识、根本识。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极其深广、极其精微的意识流，或者说是一个巨大的仓库。仓库里装了什么？它储存了我们无始以来所有行为身语意所留下的潜在能量，或者说印记。这些印记叫做种子、比甲或者习气 vasanas。这些种子就是构成未来所有经验的可能性。所以我们现在的经验是从这个阿赖耶识里来的。对，阿赖耶识就像一个无边无际的海洋，它不断地接受来自前七世活动的熏染，形成新的种子存进去。同时，当外在的缘条件成熟时，仓库里储存的相应种子就会被引爆或者说现行，变现出我们当前这一刹那的主观感受、能见闻觉知的心和我们所感知的客观世界所见所闻的对象。主观和客观是同时变现出来的。是的，这是唯识宗一个非常关键的观点。能认识的主体能取和被认识的客体所取，并不是两个预先存在然后发生互动的东西，它们是阿赖耶识中的种子在现行时同时变现出来的两个面相，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是同时出现的。我们之所以觉得有一个独立于我之外的客观世界，这本身就是一种由无明和我是驱动的错觉。哇，这个解释很彻底。那唯识宗有没有更具体的分析模型来解释这个过程？有，他们提出了三自性 Chiswabhava 的理论，用来分析我们经验世界的不同层面。三自性哪三个？第一个是奠基所执性 Parikapita Swabhava， 这个指的是我们由于虚妄分别、错误的执着于现象具有固有存在的那种认识。比如我们看到杯子就认为它是一个独立自存的实实在在的杯子，这种错误的执着就是奠基所执性。我们日常经验到的看似坚实的经典物理世界，很大程度上就对应着这个层面。就是我们误以为的那个实在。对，第二个是依他起性 Paratantra Swabhava， 这个指的是一切现象依赖各种因缘条件而升起的那个层面。它是刹那生灭、相续不断的现象流。这个依他起性，它的本质，唯识宗认为就是识的显现，是自然光明的意识。它充满了各种可能性，但本身并没有遍计所执性所认为的那种实体。这个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量子层面的那个充满可能性的波函数或者潜能场？对，很像。那第三个性呢？第三个是圆成实性 Parinishbana Swabhava， 这个指的是当我们通过修行和智慧彻底认识到在依他起性的现象流中根本就没有遍计所执性所执着的那种虚假的固有存在时，所证悟到的真实本性，也就是空性。认识到一切现象的本质是空，但这个空又不是虚无，而是与依他起性的显现不二的。所以圆成实性就是对量子实在最终的
正确的理解。可以这么类比。所以你看，唯识宗的三自性分析提供了一个非常精妙的框架，来解释我们是如何从一个充满潜能、相互依存的实的层面依他起性，错误地构建出一个看似独立客观的世界，遍计所执性，以及如何通过智慧去勘破这种错觉，回归到实相本身，圆成实性。那斯梅瑟兹姆在他的量子唯识模型里是怎么把这个和量子力学联系起来的？他书里后下有个图 Fig 6.3。是的，他尝试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对应和整合。他把阿赖耶识类比为某种普遍的作为基础的量子波函数，或者是波姆说的那个隐秩序场。这个场域包含了所有的潜能、业力种子。然后心识的认知活动，比如我们的观察、选择、意图，也就是唯识宗说的了别作用，就像是进行了一次量子测量。这种认知活动从这个充满潜能的阿赖耶市场中激活或者说坍缩展开了特定的潜能，从而显现出我们个体的心识流和我们所经验到的主客体世界。所以波函数的坍缩过程就对应了从依他起性到遍计所执性的过程。对，它就是这么映射的。未坍缩的波函数，那个叠加态，那个充满可能性的潜能场，就好比是依他起性；而坍缩之后，我们经验到的那个单一的看似实在的经典世界，以及我们对它的实有执着，就好比是遍计所执。那圆成实性呢？圆成实性就对应于我们认识到那个坍缩后的结果，它本身也是依赖于观察和认识活动的，它并没有一个独立于心识的绝对的固有的存在。认识到这种显现的非固有性或者说空性，就接近圆成实性了。在这个模型里，意识的角色就非常主动和核心了。没错，意识的活动，特别是阿赖耶识层面更深层的，也许是无意识的活动，似乎在驱动着从潜能到现实的这个转化过程。这和我们前面提到的斯大普的观点，意识的介入在量子层面具了某种创造性效果，是不谋而合的。这让我想起你之前提到的物理学家祖瑞克的那个概念 epistemic。对，祖瑞克提出量子态具有一种双重性质，它既是关于我们知识的描述 epistemic 认识论层面，同时它本身又是构成现实的材料或者说梦之构成物 ontic 本体论层面。斯梅曾认为，这和佛教唯识宗以及更高阶的大圆满等教法中认为实相的基底是空性与认知不可分empty cognition 或者说明空不二的观点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基底本身既是空性的无自性，又是了知的具有认知能力或光明。所以意识和实在可能根本就不是两回事。从这个量子唯识的视角来看，它们可能是同一个实在过程的两个不可分割的面向。意识不仅是被动地反映一个外在的客观事件，它深深地参与了现实的显现过程。哇哦，这个想法如果成立的话，那真的是颠覆性的。我们再来看量子力学里另外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现象吧，就是量子纠缠。爱因斯坦管它叫鬼魅般的超距作用。对，这个现象也非常关键。简单说，就是两个或多个曾经相互作用过的量子粒子，比如光子或电子，它们之后即使分开了很远很远的距离，比如说一个在地球，一个在月球，它们之间仍然保持着一种神秘的联系。当你测量其中一个粒子的某个状态时，比如自旋方向，另外一个粒子的相应状态会瞬间确定下来，无论它们相距多远。这种影响是瞬时的，似乎超过了光速。这不就违背了相对论说的光速是极限吗？这正是爱因斯坦他们最初质疑量子力学完备性的地方。他和波多尔斯基、罗森提出了著名的 EPR 杨谬，试图论证量子力学肯定漏掉了什么东西，粒子肯定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隐变量，预先决定了它们的性质，所以才看起来有关联，而不是真的有超距作用。那结果呢？结果讽刺的是，他们的论文反而成了后来证明非定域性，也就是这种超距关联真实存在的理论基础。
物理学家约翰·贝尔提出了一个可以被实验检验的不等式，叫做贝尔不等式。贝尔不等式。这个不等式设定了一个基于定域实在论，也就是假设没有超距作用，且粒子有预先确定的性质的统计学上限。而后来的很多实验，特别是阿拉阿斯佩等人的实验，都一次又一次的以非常高的精度违反了贝尔不等式。实验结果证明了什么？证明了爱因斯坦他们错了，量子纠缠是真实的，那种鬼魅般的超距作用是存在的。宇宙在一个非常基础的层面上确实存在着非定域的连接，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再把世界看作是由一堆孤立的、只受局部影响的粒子组成的了。宇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一部分的变化会瞬间关联到其他部分，即使它们远隔天涯。这种整体性，这种超越空间的相互依赖，我又想到了佛教了，这不就是缘起吗？完全正确。这和佛教解释世界存在方式的核心法则缘起 （Pratityasamutpada） 或者 Dependent Origination 又一次完美的对上了。缘起说的是此有故必有，此生故必生。对，任何一个事物可以孤立的、凭空的存在，一切事物的存在、变化、消失都依赖于无数的其他条件和因素。万事万物都处在一个巨大无比的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网络之中，就像因度罗网上的宝珠，每一颗宝珠都能映照出其他所有宝珠的影子。中观哲学是不是也用逻辑来论证这个？是的，中观派用了非常严密的逻辑来解构我们对独立实体的执着，比如他们著名的金刚穴论证是用来破除因果实有的观念的。金刚炫怎么说？他们分析因果关系，说结果不可能从它自身产生自生，因为那样因果就成了一个东西，也不可能从一个和它完全无关的东西产生他生，比如稻种只能生稻苗，不能生麦苗。如果因和果是绝对的他者，那它们之间就无法建立联系。稻种和麦种对于稻苗来说同样是他者，也不可能既自生又他生共生，也不可能无缘无故地产生无因生。通过否定这4种可能性，他们得出结论，不存在具有固有实体、实实在在的因果过程。那我们看到的因果现象是什么？那只是在世俗层面、相对层面的一种如幻的显现，是相互依存网络中的模式。但如果你去寻找那个能独立产生结果的因的实体，或者那个被产生的果的实体，你是找不到的。还有比如无分微尘的论证，他们分析物质的基本组成，如果存在最终不可分割的粒子无分微尘，那它就无法和其他粒子连接形成更大的物体，因为连接需要部分接触，也无法形成空间广延。如果物质可以无限分割下去，那就永远找不到那个最终的基本粒子实体。所以结论还是不存在具有固有自性的独立的物质实体。我们感知的物质世界也是缘起性空的。这么说来，量子非定域性所揭示的宇宙整体性、相互关联性，简直就可以看作是佛教缘起思想在现代物理学语言中的一种表达，或者说印证。我觉得完全可以这么理解，它们都指向同一个核心途径，实在的根本性质是关系性的、整体性的、相互依存的，而不是由一堆孤立的、拥有内在属性的积木块搭起来的。物理学家大卫·波姆的理论好像也和这个很契合，他那个隐秩序和显秩序。对，波姆的理论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框架来理解这种整体性。他批评标准物理力学虽然揭示了微观世界的奇怪现象，但仍然倾向于用一种碎片化的方式来描述它们，比如强调粒子的跳跃、波函数的坍缩等等。他认为这仍然是一种潜在的机械论思维，没有抓住更深层的实在。那他认为更深层的实在是什么？他提出了隐秩序 （implicate order） 的概念。他认为，在我们经验到的这个看似分离、独立的显秩序世界之下，存在一个更根本的未分化的整体的实在层面，这就是隐秩序。这个隐秩序包含了宇宙万物的所有信息和模式，它们都卷入 unfolded 在这个整体之中。他称这个整体的流动实在为全动 Hollow movement。那我们看到的世界呢？我们经验到的这个显秩序世界，包括时间、
空间、分离的物体，都只是从那个更深的隐秩序中展开 unfolded 出来的相对稳定的模式，就像全息图一样，每一个局部都包含了整体的信息。它好像有个莫迪实验的比喻。对，那个甘油圆筒和墨滴的实验非常形象，把一滴墨水滴进两个同心圆筒之间的粘稠甘油里，然后缓慢转动内筒，墨滴会被拉长、稀释，最后均匀地卷入到整个甘油中，看起来消失了。但如果你反向转动内筒，那滴墨水又会重新凝聚起来，展开到原来的位置。波姆用这个比喻说明，显秩序中的物体和事件移动的墨滴，实际上可能是一系列从隐秩序中依次展开的潜能模式，而不是一个持续存在的独立实体在空间中运动。这就跟全息宇宙的观点很像了。是的，像格林他们也提到，我们的现实可能就像一个全息图，是我们宇宙边界上二维信息的一种三维投射。还有像神经科学家普林布拉姆，他也提出大脑可能是按照全息原理运作的，把来自感官的频率信息解读、组织成我们经验到的具体世界。所以波姆的隐秩序可以看作是缘起和量子非定域性的一个共同基础。可以这么说，隐秩序作为那个万物相互关联、信息全息包含的基底，它自然地解释了为什么会有量子纠缠那样的非定域连接。因为在隐秩序层面，它们本就是一体的，也完美地契合了缘起思想所强调的普遍相互依存性。波姆甚至认为，主观意识和客观物质在隐秩序这个更深的层面也是相互联系、相互卷入的。这是越聊越深了。那我们回到现实层面，如果世界是这样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甚至可能由心识参与显现的，那佛教里那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业力 karma， 在这个量子化的图景里有没有它的一席之地呢？业力这个概念在佛教思想里是极其核心的。通常我们理解业力是因果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这只是它在伦理道德层面的一个体现。它有更普遍的含义。是的，从业力 karma 到它的果报 vipaka 的这个过程 ，karma vipaka 被认为是宇宙间普遍运作的因果法则。它不仅作用于道德层面，也作用于我们经验的方方面面，甚至包括我们所感知的这个物质世界的形成。业力如何运作和阿赖耶识有关？绝对相关。简单说，我们由意图所驱动的身与意行为，都会在我们的心识流深处，也就是阿赖耶识中，留下一种潜在的能量印记或种子。Vasilis, karmic imprints, seeds, bija。这些种子就像是信息编码，包藏了那个行为的性质和潜在的能量。然后呢？这些业力种子就储存在阿赖耶识里，不断积累。当未来某个时刻相应的缘条件成熟时，比如遇到某个特定的人或情境，这些潜藏的种子就像被固名 resonance 一样活化，从而现形，产生出相应的经验。这个经验是主客体同时显现的，我们体验到某种感受、情绪主，同时感知到相应的外部环境或事件客。所以业力不仅决定我们的感受，也塑造我们遇到的世界。对，像俱舍论等很多佛教论点都明确说，我们所处的世界环境，比如我们生在哪个星球、哪个时代、什么样的社会，甚至我们看到山是山，看到水是水，这都是由众生的共业 collective karma 所感召和显现的。共业，集体的业力。是的。我们共同感知到的这个看似客观的物理世界，可以理解为是无数众生共同的业力种子，在阿赖耶识可以看作一个集体的潜能场中相互作用、共同塑造的结果。这个业力机制听起来很复杂，但又很自洽。那斯梅瑟姆是怎么把它和量子过程联系起来的呢？他尝试从几个不同的量子理论视角来寻找对应点。比如，他又一次引用了亨利 Starp 基于冯诺莫马模型的 Starp 的模型怎么说？也就是选择测量哪个物理量，比如测位置还是测动量。这个选择是意识主动进行的，带有意图。
过程2是物理系统根据薛定谔方程进行演化，过程3是自然对你提出的问题给出是或否的回答，也就是波函数坍缩产生一个确定的测量结果。这和业力怎么联系？斯塔普认为，过程1的选择有意识的意图向实在提问，注入了与意图相关的属性。过程3实在给出反馈，决定了我们经验到的现实。关键是，斯塔普认为这个过程会留下某种记录或者说行为模板，影响到未来进行类似选择的概率。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像意图测拆呢？驱动行为，选择测量，产生经验，测量结果，并留下业习，记录模板，影响未来。有点像。还有其他的量子观点吗？还有约翰惠勒的参与性宇宙 （Participatory Universe） 和他的信息构筑实在 （It from Bit） 思想。惠勒认为，宇宙不是一个独立于我们之外的现成的东西，而是通过无数观察者、参与者的感知行为 （Acts of Observer Participancy） 才获得其可感知的实在。我们的观察参与了创造。对。惠勒有个比喻，说宇宙就像一个巨大的自我机该电路 （self-excited circuit），它通过产生能够观察自身的参与者，并通过这些参与者的观察行为，来将自身从潜在变为现实。在他看来，信息或者说意义可能是比物质和能量更基本的东西，万物源自比特 （it from bit）。观察者的持问，比如进行一次测量，就是在赋予意义，从而塑造现实。这也和意图、认知、塑造经验有点像。是的，还有魏切和租瑞克的量子达尔文主义 （Quantum Darwinism）。这个理论试图解释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是经典的、确定的世界，而不是模糊的量子叠加态。他怎么解释的？他认为，一个量子系统总是会和周围的环境，也就是宇宙的其他部分发生相互作用。环境实际上在对这个系统进行持续的大量的测量或者说监测，只有那些特别皮实、能够抵抗环境干扰，并且能够稳定地将其自身信息复制并传播到环境中的量子态，才能在这种自然选择中存活下来，最终被我们这些观察者所感知到。这些被选中的状态叫做指针态，或者是环境诱导的超选择态。量子层面的物竞天择，可以这么理解。这种理论强调了系统与环境的互动，以及信息的冗余传播在现实显现中的作用。这也可以和共业塑造共同现实环境的观点产生联系。还有薛定谔的共鸣。对，薛定谔晚年也对量子力学的诠释很感兴趣。他认为，我们看到的粒子性的能量交换可能只是表象，其背后更深层的是波的共鸣现象，就像两个频率相同的音叉可以互相激活一样。斯梅瑟轰认为，这与佛教中描述业力种子被相应因缘共鸣激活的机制非常相似。哇，这么多不同的量子视角，似乎都能和业力机制的某些方面产生联系。那综合起来，能不能形成一个更完整的量子业力共鸣模型？斯梅瑟轰似乎就在尝试整合这些观点，提出这样一个可能的途径。我们可以把阿赖耶识或者波幕的隐秩序，或者普遍波函数，看作是那个储存所有潜能业力种子信息模式的终极场域。宇宙的潜能库。然后我们个体或集体的意识活动，包括我们的意图、选择、观察行为，类似斯塔普的果程一，甚至可能是无意识的习性反应，就通过某种量子层面的共鸣或者选择机制，比如祖瑞克的环境选择，或者更主动的意识选择，从这个巨大的潜能场中激活、读取或者说坍缩出特定的主客观经验模式。经验产生后呢？这些经验又会反过来以新的信息、新的印记、新的业力种子的形式渲染或者说反馈回那个潜能场阿赖耶识隐秩序，从而塑造或调整未来可能显现的潜能分布，以及我们未来的选择倾向。这就形成了一个循环。对，一个持续不断的量子化的业力循环。
现实不是一个固定的舞台，而是由意识、个体和集体与宇宙潜能场持续互动，共同创造出来的动态过程。这个模型里甚至连物理定律本身，对，甚至有人更大胆的推测，包括像物理学家保罗·戴维斯、生物学家鲁珀特·席尔德雷克，他提出了形态发生场和形态共鸣理论，认为自然界存在通过场传递的集体记忆，这和阿莱耶识共业的机制也很像。甚至惠勒自己都提出过一个想法，我们所知的物理定律本身可能不是永恒不变的铁律，而更像是宇宙逐渐演化过程中形成的习惯 habits。 就像生物体的习惯会通过遗传和学习传递一样，宇宙的运作模式也可能是一种不断被加强和巩固的集体记忆或宇宙习惯。如果真是这样，那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我们再来看另一个量子力学的诠释吧，就是那个多重世界诠释 Many Worlds Interpretation MWI。 这个理论怎么说？它和佛教有什么关系吗MWI 是休·埃弗瑞特在1957年提出的，主要是为了解决那个让人头疼的波函数坍缩问题。哥本哈根诠释需要一个外部观察者来让波函数坍缩，这在逻辑上一直有争议，特别是当你想把量子力学应用到整个宇宙时，谁在宇宙之外观察宇宙呢？对，这确实是个问题。埃弗瑞特的想法很大胆，他说根本就没有什么波函数坍缩。每次当一个量子系统面临多种可能性，比如电子通过双缝时是走左边还是右边，并且与测量仪器或环境发生相互作用时，整个宇宙就分裂了。分裂成什么？分裂成多个平行的互不干扰的宇宙。在其中一个宇宙里，电子走了左边的缝，你看到了这个结果。在另一个平行的宇宙里，电子走了右边的缝，那个宇宙里的你看到了那个结果。所有量子力学允许的可能性都在某个世界分支 World Branch 中真实的发生了。哇，这比意识创造现实还疯狂啊！每次测量都产生无数个平行宇宙。是的，这就是 MWI 最让人觉得难以接受的地方，被称为本体论的过度膨胀，需要假设存在数量极其庞大，甚至可能是无限多的平行宇宙，这在哲学上感觉很不经济。而且，那每个宇宙里的我呢，是不是也跟着分裂了？对，这也是一个大问题。物理学家布莱斯·德韦特就开玩笑说，如果 MWI 是真的，那他每次做量子实验时都感觉自己像精神分裂了一样，因为他知道在其他世界里他的副本看到了不同的结果。这就涉及到自我同一性的非哲学难题。听起来问题不少。那这个理论和佛教能扯上关系吗？乍一看好像关系不大，但斯梅瑟姆引用了一些对 MWI 的后续发展和诠释，试图找到一些连接点。比如物理学家迈克尔·门斯基提出的扩展艾弗雷特概念 EEC。EEC 有什么不同？门斯基认为，意识在 MWI 中不是被动地随着宇宙分裂而分裂，相反，意识具有某种主动性。在面对量子叠加态提供了众多可能性、众多世界分支时，意识会主动地选择或者说体验其中的某一个分支。意识可以选择的进入哪个平行世界？不完全是自由选择。门斯基认为，意识的选择会受到波函数给出的概率符大小的影响，更容易选择概率高的分支。同时也受到意识自身结构或者说洛克沃的所谓的意识机组的限制。但关键是，意识在这里似乎扮演了一个在众多可能性中进行挠档或选择的角色，而不是被动分裂。这听起来又和意识的某种主动性有关了。对，还有哲学家大卫·华莱士对 MWI 的一种诠释，叫做本体论相对性的多重世界。他认为 MWI 所暗示的多重世界可能并不一定是指存在无数的完全独立的物理上分离的平行宇宙。那是指什么？也许是指在我们这同一个宇宙的量子基础之上，由于不同意识组体，比如不同物种、不同个体、不同文化群体，甚至同一个体在不同心境状态下，他们的认知结构、业力习气、观察方式不同，他们会栖居于或者说体验到不同的相对真实的经验世界。就像佛教里说的六道众生，天、人、阿修罗、畜生、恶鬼、地狱，因为各自不同的业力，会感知到截然不同的世界。
比如一杯水，人看到是水，天人看到是甘露，恶鬼看到是脓血。非常接近华莱士的这种传世，让 MWI 的多重世界听起来更像是佛教心识观里描述的那种由不同心识状态所显现出来的相对的多元的经验现实。这些世界虽然体验不同，但都根植于同一个更根本的实在基础——普遍波函数法界。这么一说，好像又联系起来了。那自由意志呢？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到底有没有给自由意志留下空间？这是另一个巨大的哲学辩论场。有些人认为，量子力学那种非决定论的概率性的特点，似乎为自由意志打开了一扇门。经典物理那个像钟表一样精确运行的决定论宇宙里，好像很难找到自由意志的位置。斯塔布的模型怎么看？斯塔布的模型明确地把自由意志放在了过程一，也就是观察者自由选择问什么问题的那个环节。他认为这个选择过程是不受已知物理定律，比如薛定谔方程决定的，而是受到观察者的意图、注意力和价值观的影响。这似乎就是自由意志的切入点。门斯基的意思呢？门斯基的模型里，意识在众多可能的世界分支间进行选择，虽然选择受到概率和意识自身结构的限制，但仍然存在一定范围内的自由度，它不是完全被动的。那佛教是怎么看待自由意志和业力的关系的？是不是业力决定了一切，就没有自由意志了？佛教的观点比较微妙，他承认业力的力量非常强大，深刻地塑造了我们的经验和倾向性，但是他并不认为业力是完全的宿命论，众生仍然保有一定程度的自由意志。怎么说？比如达赖喇嘛就解释过，虽然我们无法选择过去业力带来的果报，比如我们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但是我们对于如何回应当前的境遇，以及我们当下的起心动念是有一定的选择空间的。正是通过当下的选择和行为，我们可以创造新的业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未来的轨迹。修行的目的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增强这种觉知力和自主选择的能力，摆脱业力习气的束缚。所以不是完全被决定，也不是完全自由，而是在业力塑造的倾向性中，仍然有选择和努力的空间。对，大概是一个比较中道的看法。这和一些将自由意志寄托于某种完全随机的量子事件的模型，比如有些解释认为意识利用量子随机性做决定，可能还不太一样。佛教更强调通过修行转化心念，改变习气，从而获得更大程度的自由。这就引向了佛教的最终目标了，解脱和觉悟。在这个量子佛教的框架下，这又意味着什么呢？对，佛教所有教义和实践，最终都指向一个目标。从这个由无明 avidya 对实相的根本误解和业力驱动的本质是苦 dukkha 的生死轮回 samsara 中彻底解脱出来，达到涅槃 nirvana 的境界。涅槃是什么样的状态？涅槃的仁义是吹灭，指的是吹灭了贪、嗔、痴三毒的火焰，熄灭了导致痛苦和轮回的根本原因。它是一种超越了生死、苦乐、有无等一切二元对立的极静安稳、常乐我净的终极状态。如何达到涅槃呢？主要依靠智慧、般若 prajna 和禅定 samadhi 的修持。智慧主要是指彻底洞察和认识到无我 anatta naratimnya 和空性 shunyata 的真理，不仅要认识到人无我 pudgala naratimnya， 也就是没有一个独立不变的自我灵魂，还要认识到法无我 dharma naratimnya， 也就是一切现象法都没有固有存在或自性。这个我们在前面讨论过了，就是空性的核心。对，从最早期的教法，比如佛陀在《泡沫经》等经典里，就把构成我们身心的五蕴色、受、想、行、识比作泡沫、水泡、阳焰、芭蕉、幻术，强调它们都是无常、苦、无我的，没有实质。到后来，大乘佛教的中观派和唯识宗更是对空性和心事的本质进行了极其深入和系统阐述。
虽然不同宗派的路径和侧重点有所不同，比如小乘、大乘、金刚乘，但核心的见地、认识空性、缘起、心性是相通的。那一个真正觉悟的人，比如佛陀，他的境界和我们凡夫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呢？斯密斯姆推测说，佛陀可能不再坍缩波函数了。这个推测非常有趣，也很有启发性。它是基于这样一个逻辑：如果波函数的坍缩与我们心识中那种能所对立的二元化的认知模式，能观察的主体 versus 被观察的客体密切相关，那么一个彻底熄灭了这种二元分别心，完全证入了非二元空性实相的觉悟者，他的觉知方式可能就根本不同了。这么不同？也许他的觉知已经不再是那种需要从众多可能性中选择一个，从而固化现实的模式了。他的心可能已经与宇宙那个本然的、未分化的、充满无限潜能的基地——普遍波函数法界空性完全合一了。它安住于那个非二元的、超越主客对立的实相本身，而不再进行那种基于无明和执着的创造出二元经验世界的坍缩行为了。就像《金刚经》里说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不住在任何显现上。有点那个意思，不住、不执着。或者像南传佛教里记载的巴西亚尊者的故事，佛陀教导他，见只是见，闻只是闻，觉只是觉，知只是知，当下只是纯粹的觉知，没有一个我在看在听，也没有一个被我所看的实物。达到这种状态就是苦的终结。这种境界在佛教里有没有更具体的描述？比如佛身理论？有，大乘佛教有三身 Trikaya 的理论，描述佛陀的不同面相。法身代表了佛陀证悟的那个终极的变在的非概念的真如实相，也就是空性本身，或者说法界体性质。报身是佛陀圆满功德和智慧所显现的，在净土中为菩萨说法的光明身。化身是为了度化不同根基的众生，随缘显现的各种形象，比如我们这个世界的释迦牟尼佛。法身听起来就对应那个不坍缩的与宇宙本源合一的状态。对，法身常被描述为离一切细论，超越言语思维，常住不变，自性清净。这和斯美瑟姆推测的那种不再进行二元坍缩的境界似乎是相应的。书里还提到了一个比较特殊的宗派——穷囊派和他空界。这个观点和我们之前说的有什么不同吗？穷囊派的他空见神通是藏传佛教里一个比较独特也曾引起很大争论的观点，由多罗波那等人系统阐述。它与格鲁派的宗喀巴大师所主张的自空见禳统形成了对比。有什么不同？自空和他空？自空见强调的是一切法，无论是世俗的、相对的，还是圣义的、究竟的，都没有自性，都是自性空。这是中观应成派的主要观点。而他空见认为需要区分两个层面。哪两个层面？他们认为世俗谛层面的一切相对现象确实是自空的，没有固有存在，如梦如幻。但是圣义谛 Paramartha Satya， 也就是那个终极的实相，或者说众生本具的如来藏 Tathagata 或佛性 Buddha Nature，或者说法界 Dharmadhatu， 它本身并不是空的。圣义谛不空，那它是什么？他们认为，这个圣义谛的基底是真实不虚、永恒不变、本自清净光明的。它空的是那些暂时的、外来的、虚幻的客尘烦恼 adventitious defilements。也就是说，圣义谛是空掉了其他虚幻的东西。empty of other shenton， 而不是空掉了他自己 not empty of self-nature。 这个真实的基底本身就圆满具足了佛陀的一切智慧和功德。像宝性论等强调如来藏思想的经典，就描述了法界体性是不空的，具有常、乐、我、净等功德。这听起来好像和前面说的一切皆空有点矛盾。表面上看似乎有张力，但支持他空见的人认为，
这只是为了强调那个实相基底的积极、光明、具有无限潜能的一面，避免将空性理解为断灭空。如果用量子类比的话，也许可以把这个如来藏法界体性类比为那个具有无限潜能的量子真空场，或者说基态。这个基态本身是真实的，充满可能性的佛性，它空掉的是由错误的认知、无明业力所激发的那些暂时的虚幻的激发态，或者说粒子显现、课程烦恼。不同的角度来描述同一个实相，也许可以这么理解，不同的哲学体系和诠释，可能是在用不同的语言和侧重点，试图去描绘那个追踪难以言说的实相。无论是哪种描述，似乎都指向一个超越了我们日常二元对立认知的更根本的实在层面。那这一切对于我们理解宇宙的意义有什么启发呢？惠勒那个 U 图又怎么解释？惠勒晚年提出的那个 U 形图确实很有启发。U 代表宇宙的整个时空历史，在 U 的一端，比如早期宇宙是物理定律和初始条件；在 U 的另一端，比如现在和未来，出现了眼睛，也就是能够观察宇宙的意识主体。关键是这个眼睛在回望，它的观察行为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决定了宇宙早期 U 的另一端的历史和性质。观察现在决定过去，这涉及到量子力学里的延迟选择实验等更复杂的概念。但是惠勒想表达的核心思想是，宇宙和观察者之间存在一个深刻的相互定义的循环。宇宙通过演化出能够观察自身的生命和意识，就像 U 的尾巴形成了代表我眼睛的形状 IE， 来赋予自身实在性和意义。没有观察者的参与，宇宙可能只是一堆没有意义的潜能。所以，我们这些有意识的生命是宇宙用来认识它自己的方式吗？正是这个意思，这是一个宇宙自我认知、自我实现的宏大循环。我们的存在，我们的意识，可能不是宇宙演化中偶然的副产品，而是宇宙之所以成为实在的核心要素。这再次凸显了意识的根本性。是的。无论是量子物理的前沿探索，还是古老的佛教智慧，似乎都在从不同路径汇合，指向意识，或者说更根本的那个觉知明觉 awareness cognizance 在实在构成中的核心地位。大卫·波姆甚至认为，意义本身可能是一个比物质和能量更基本的层面，它能够自我指涉，是智能和意识的基础。这就为科学和灵性的对话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可能性。的确如此，量子物理的发现，特别是关于意识、整体性、实在本质的那些令人困惑的方面，恰恰为我们理解和审视各种宗教、佛教和神秘主义传统中的灵性经验和世界观，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可能更兼容的科学框架。它极大地挑战了过去几百年占主导地位的简单的唯物主义和还原论的局限性。像达赖喇嘛和很多科学家持续进行的心智与生命协所研究所的对话，就是这种跨界探索的典范。而且这种宇宙自我认识的循环结构，在其他一些神秘传统里好像也有类似的说法。有的，比如伊斯兰苏菲主义里，常说真主阿拉创造万物是为了在万物的镜子中看见他自己。诺斯特主义、西方炼金术、荣格的心理学分析也有类似的原型意象。还有像中世纪的埃科哈特大师，他强调要超越自我，在空无中认识上帝，认识那个一。这些不同的智慧传统似乎都在以各自的方式表达着那个从一本源潜能到多显现个体，再回归到一觉悟整合的宇宙生命循环结构。这是越听越觉得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可能还非常肤浅。好，我们今天基于格雷德·赫姆斯梅森的量子佛教聊了这么多，从量子物理的困境到佛教的空性缘起，再到意识的角色、业力、多重世界，最后到觉悟的境界。能不能帮我们简单总结一下这本书最核心的论证是什么？好的。最核心的论证就是现代量子物理学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和理论困境与7000年前的佛教哲学，特别是中观派和唯识宗的核心教义
在关于实在的根本性质、意识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现象的相互依存性、缘起、非定于性、因果法则、业力、量子过程等等，展现出了非常深刻的结构性的，而非表面文字巧合的一致性。而且作者强调，这不是牵强附会。对，斯梅孙姆努力论证，这不是随意的类比，而是基于对双方理论细节的深入比较和分析。他认为，量子物理那些令人费解的实验证据，似乎在用现代科学的语言，从某种程度上验证或者说呼应了那些古老智慧传统对于世界本质的深刻洞见。那对我们每个人理解世界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觉得它首先是极大的挑战了我们从小被灌输的那种认为世界是由一堆坚实的、客观的、独立于我们意识之外的物质构成的观念。它提示我们，我们所经验到的这个看似坚固的现实，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更柔软、更依赖于关系，甚至更依赖于心或者说意识。意识可能不仅仅是大脑活动的副产品，而是在宇宙大系中扮演着一个远超我们想象的核心角色。这确实是需要时间去消化和思考的。是的，它不是提供一个简单的答案，而是打开了一扇门，让我们去重新审视我们是谁，我们和宇宙是什么关系，现实到底是如何运作的。那最后，我们留给听众朋友们一个问题，让大家继续思考吧。好啊，我想可以问，如果我们的意识、我们的观察、我们的意图，真的像量子物理和佛教哲学所暗示的那样，在某种程度上深深地参与了我们所经验的这个现实的塑造过程，无论是通过所谓的波函数坍缩，还是业力共鸣，或者其他我们尚未完全理解的机制，那么这赋予了我们自己一种怎样的力量，又带来了一种怎样的责任呢？力量和责任。再进一步想，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像佛教禅修者或者其他智慧传统的修行者那样，通过刻意的训练来转换我们的心智模式，提升我们的觉知能力，减少对那个虚幻的自我以及实有现象的执着，那么这种内在的转变，是否不仅仅能够改变我们自己的主观体验，减轻我们的痛苦和烦恼，甚至有没有可能在某种更深的层面上，也能够影响和改变我们与其他生命共同创造的这个所谓的外部世界呢？这真是一个既充满希望又引人深思的问题。是啊，也许答案并不完全在书本里，或者在科学实验室里，它可能也需要在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生命实践和内省体验中去探索和验证。非常感谢今天带来的分享，希望这次基于量子佛教的探讨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也谢谢大家，希望这些思考能陪伴你去探索这个奇妙而又充满未知的世界。